欢迎大家来到立松国画小课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重彩秋荷的画法。第一步，咱们先把荷花的位置先定出来，和咱们荷叶的位置先定出来。现在咱们看一下怎么来勾线。先调一个胭脂色，胭脂色里边咱们待会儿要稍加一点点的墨汁，一点点。先用咱们1号的毛笔，用咱们的笔尖蘸一点点的淡墨，笔尖蘸淡墨，先把咱们莲蓬的位置先画出来。勾线的时候呢，咱们用小的钉头鼠尾，再一个呢，毛笔上水不要太多，要注意一下空水空墨。那么今天的莲蓬是一个圆形的，是不是正面的？所以呢，咱们画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它外边的造型，大的造型是什么？那么莲蓬的边边，因为有了莲子，是吧？现在咱们看一下莲子，因为是正面，所以呢，咱们先把莲子外边的圈圈先把它画出来。那么正面的，所以咱们画的时候就要画圆一点，是吧？但是呢，莲子呢有大有小，所以咱们画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笔尖上来一点墨汁那么外边的圈圈就是咱们定咱们莲子的位置的地方，那么可以多画一点，也可以少画一点，也可以画大一点，也可以小一点。因为咱们这自然界中的莲子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所以呢，咱们把每一个地方先把它都定出来。今天莲子呢，咱们是一个正面，所以呢，咱们就要把莲子画得很圆，圆鼓鼓的要画出来。咱们这个不是侧面的，那么所以每一个莲子都要画得很饱满。那么画的时候也是一样不一定要画的一模一样，大小一样。所以说咱们在画的时候也可以大一点，小一点都无所谓的。那么每一个莲子咱们画的时候也让它注意一下让它大小的变化最后咱们把最后的莲子都画完。现在咱们看一下花瓣怎么来勾线。先调一点刚才咱们调的胭脂色加墨色，是吧？然后呢，笔尖上来一点点的墨。那么勾的时候注意一下花瓣的姿态，左边的右边的对称。咱们现在从右边开始。那么右边勾的时候，看先点一下小的钉头鼠尾，对，最后收到咱们的莲蓬的根根，是吧？你看每一个对，都收到莲蓬根根。现在咱们在左边开始再画一个。那么咱们左边这个画的时候，那么和右边就要有呼应了，对，它左边高一点的。咱们右边是高了一点，咱们左边这个就稍微让它低一点点，你看，让它左右有一个呼应的关系，是不是？那么现在咱们再看一下前面，对，前面就画一个比较长一点。那么所以一大一小，一长一短，仍然用钉头鼠尾，有咱们笔尖，你看走的时候注意一下线条的变化。现在咱们就这个花瓣呢，再让它姿态漂亮一点。对，咱们再继续加它。下来咱们再继续在前面再加一个大一点的花瓣。那么这个花瓣呢，咱们画一个尖尖卷起来的，所以呢先从尖尖开始，你看，然后咱们把它连一下，对，那么现在看到这个花瓣的尖尖是不是卷起来了？那么现在呢，咱在里边再给它画一个小的花瓣，对，一个小小的花瓣。那么现在呢，咱们给左边继续加花瓣了，让它这个花瓣呢包住前面的这个包住。那么也是钉头鼠尾，然后注意一下看花瓣的姿态。
那么咱们在里边啊，再给它画一个，让它有一个翻转的感觉。现在咱们给后边啊再画一个，对，再画一个大的花瓣，让它再包住。那么所以说这个啊，就是咱们今天看到的啊，这里边呢，看稍微把它莲蓬压一点点，是不是压一点点？那么后边的花瓣啊，咱们再继续。所以说一个一个的啊，咱们去画它。那么上边的这个花瓣呢，咱们就给它再大一点点，看包住莲蓬，并头思维，对，包住它。那么在里边啊，咱们再给它画一个小的花瓣，对，让它层次更丰富一点点，是不是？现在呢，咱们继续加它，啊，继续加它，仍然是花瓣让它卷起来。那么这个就长一点，你看，全部让它拉下来。所以呢，花瓣在画的时候就要有一个姿态的变化，是不是？所有你看姿态的变化。那么现在继续，咱们第二层，第一层画完了，看第二层，也是从右边啊，咱们一层一层的加它。那么让它这个花瓣呢也有一个变化。那么所有的花瓣的最后收笔的地方啊，一定都是在哪里？都是咱们莲蓬根根的地方。那么现在继续，咱们再加它，左边下边我再一层一层的加它。你看，从尖尖开始。那么勾的时候，你看，仍然收笔在咱们这个莲蓬根啊，一定收笔在莲蓬根根，让它卷起来。下来，咱们在前边再加一个大大的花瓣。那么加的时候，仍然注意一下花瓣的姿态。现在看过来，咱们在右边啊，就要继续加它，从上边开始，再加一个大的花瓣，让它包起来。那么你看线条啊，一定定头思维，让它要流畅。那么每一个花瓣的姿态要不一样，你看再给它有一点卷起来了，是吧？现在在右边啊，继续，这是咱们的外边一层的花瓣。那么外边一层的花瓣就要画大一点点，是不是？你看全部画下来，在前边咱们再加啊，这就是一层一层的加它。现在咱们一层一层的啊画外边的花瓣。那么右边画完了，咱们就看一下左边啊，咱们在左边再继续加它。所以说，在画荷花的时候啊，咱们方法知道了，结构知道了，咱们想怎么去画都可以。现在咱们再给它加一个，咱们现在啊，就是继续往上面再加它，啊，最后的一层最外边的也加出来。那么现在咱们看咱们的右边啊，咱们把它再画一个，让它整个花瓣啊姿态啊非常漂亮，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咱们画荷花的结构。花头画好了，咱们看一下晕染颜色。首先用咱们的藤黄色，那么加一点点什么颜色啊？在藤黄色里边呢，咱们加一点点的花青。用咱们的32笔，先调一点点的藤黄，再加一点点的花青色啊，笔尖加花青，从咱们莲蓬的边边开始晕染。那么现在看到了，咱们笔尖是一点花青，所以呢，它颜色稍微重一点。那么每次晕染的时候啊，看都在笔尖沾一点点花青。那么笔肚呢，是刚才咱们调的浅浅的绿颜色，是用花青和咱们藤黄调的浅绿色。那么每一次啊，你看笔尖用完了，咱们把里边的扫一下，就是到了咱们笔肚，你看浅绿色了，是不是？把所有的莲蓬都晕染一下。那么笔尖颜色不够了，咱们再调一点点，哎，浅绿色。对，笔尖再蘸一点点的花青，仍然从咱们莲蓬的边边开始晕染它。
那么这是一下子就看到是不是莲蓬中间的颜色浅，然后呢边边的颜色重，是吧？现在呢，咱们在笔尖上再上一点点的花青色，那么把它这个莲蓬边呢，咱们提一下，对，每一个莲蓬边边都提一下，那么让它这个结构呢更加明显。尖上咱们蘸一点点的花青，记着这一会儿的时候不要蘸的太多，花青也不要太重，咱把每一个莲蓬边边的颜色呢都提一下，对。那么现在呢，把咱们的这个莲子窝窝周围也提一下，也是用花青色。你看笔尖上，咱们蘸一点点的花青，对，不要太多。那么把所有的这个莲蓬窝窝边边都提一下，让它有一个立体感，是不是有一个立体感？对，这个呢慢一点不要着急，咱们稍微慢一点。紧挨着咱们莲蓬窝窝的刚才勾的那个双线的圈圈，是不是？咱们把它点染一下。现在咱们调一点点的深绿色花青加一点点藤黄，点一下每一个莲子的尖尖。这个呢就是用花青和咱们的藤黄色，不要加墨色一定记着，咱们点这个莲子尖尖的时候不要用墨色。那么因为它是正面，所以呢咱们就点到它的正中间，每一个点点都点一下。那么毛笔上水也不要太多这个就是点上片就可以，千万不能用墨色。那么下来呢，笔尖上调一点浅浅的绿颜色，把它扫一下。那么扫这个颜色的时候咱们紧跟着咱们的莲蓬刚才那个绿颜色的重点的周围，是不是？所以呢，咱们今天的莲子呢，它是圆形的，又是一个正面。那么每一个都晕染到这一步的时候，颜色不要太重，毛笔上一定记着颜色是淡淡的绿颜色，咱们把它晕染一下。现在咱们在笔尖上再加一点太白，在刚才的浅绿色里边加一点点太白。那么用这个颜色呢，继续挨着刚才的颜色，那么紧贴什么地方？紧贴着咱们莲窝窝的地方。这一步紧贴着莲窝窝的地方，把莲子最下边的一圈，咱们用这个颜色呢，把它全部晕染一下。对，用太白色加到刚才那个浅绿色里边。那么注意晕染这个的时候，不要把那个莲窝窝的地方咱们划掉只把咱们莲子最下边紧挨着咱们那个莲窝窝的给它画一个这个浅浅的绿颜色。如果觉得刚才那个白颜色不够亮，咱们可以再加一点点白色，把它再提一下你看再提一下。现在咱们调一点朱标色，把咱们这个莲子最上面尖尖的地方画一个小的圆圈。那么这个圆圈在哪里？就是紧贴着刚才点的那个重颜色咱们给它画一个小的这个朱标色的圈圈。这个笔尖上颜色调的时候不要加水，那么每一个都把它画一下。用1号笔咱们用1号笔。现在笔尖上来一点太白色，把刚才的那个朱标色的中间给它点一下，把每一个莲子的莲子尖用太白色点出来，这个要稠一点，不要加水一定要稠一点点的，笔尖上不要水。那么咱们把它加一下，点一下就可以现在咱们再加一点点的花青，里边加一点点焦茶，那么也可以再加一点鹅黄色，淡淡的。咱们把莲子的窝窝的，刚才咱们画的那个莲子窝窝的地方，咱们调一个浅浅的黄绿色。对，现在看到咱们调的黄绿色，把每一个圈圈的地方，咱们把它勾一下。这个就是勾的时候一定注意，那么只和莲蓬的颜色有一点区分就可以。不要勾得太重。
那么也可以啊，就是说喜欢黄一点，咱们黄颜色调多一点；喜欢稍微深一点的话，那么你就把咱们的花青色多调一点。啊，只需要把莲蓬和咱们的莲子呢区分开来，这样让它更加的有一个立体感。每一个都晕染到啊，这个晕染的时候每一个都晕染到。在笔尖上再沾一点点花青色，把莲蓬边边全部把它再贴一下。现在咱们就到了晕染花头的地方了。那么用胭紫色笔尖上来一点点，用咱们的3号笔啊，这个点染的时候颜色不要调得太重，淡淡的，笔尖上有一点水，然后咱们稍微调一点点的胭紫色。从花瓣的尖尖开始，每一个花瓣啊都是从咱们尖尖紧贴着咱们墨线的地方往下走。那么晕染这个花瓣边边勾这个线的时候啊，勾咱们这个胭紫色的这个线的时候，一定记着毛笔上啊，只是笔尖上来一点颜色，而且调颜色的时候咱们不能调得太重。啊，那么这样呢，画出来的花瓣儿，对它才有姿态，是不是？那么它才会润润的那种感觉才会出来。那么一定记着啊，花瓣尖尖的地方稍微重一点。那么这个啊，就是毛笔上，你看第一笔颜色调完之后啊，如果就是毛笔上水少，咱们可以给笔尖蘸一点水，然后再蘸一点点的胭紫色。每一个都从花瓣尖尖的地方勾起来，一直收到咱们莲蓬的地方。所以说这一个啊，就是咱们看一下怎么去用笔，怎么去调色。那么现在把这个每一个尖尖都点了之后啊，咱们用笔的时候也要注意线条的流畅啊，也要用丁头鼠尾的线条啊，这个线条不要勾得太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调色的时候啊，你看笔尖多余的颜色刮一刮。那么现在啊，咱们在勾这个晕染花瓣这第一遍颜色的时候啊，怎么能把这个花瓣画得很灵动？那么怎么能画出来润润的感觉？这一步啊，就是咱们勾线了。勾这第一步的线，勾线啊，一定注意一下笔墨的变化，不能把线条勾得太死啊。那么都是有变化的。你看笔尖上颜色稍微重一点点，然后下来颜色稍微就淡一点点了。那么现在呢，咱们把每一个花瓣啊，都用这样的方法把它都勾完。那么勾这个花瓣的时候也不要着急，你看反手勾的时候啊，那么就开始的时候稍微起笔的时候轻一点，落笔重。那么如果从尖尖走的时候，咱们就是落笔的时候重一点，对，到后边的时候稍微让它淡一点。花瓣好了，咱们现在看一下怎么晕染它。笔尖先调一点点的胭紫色。多余的水，咱们在这个调色盘上刮一刮，然后呢，用笔尖的颜色开始，从莲蓬根根啊，咱们看一下从哪里晕染，多余的水一定把它刮掉。笔尖紧挨着咱们的莲蓬，那么笔尖上是一点点的胭紫色啊，看过来，笔尖的方向在哪里？紧挨着莲蓬的地方晕染它。那么这是第一步，那么在加这个花瓣的时候啊，大家也是一样，注意一下它花瓣的姿态的变化，收到咱们莲蓬根根啊，一定是这个到莲蓬根的地方，不能太重。每一个花瓣啊都是紧挨着咱们莲蓬的地方重一点，那么往后边靠近花瓣的地方，咱们让它就是稍微淡一点。再一个注意一下啊，这个晕染的时候就是反瓣里边咱们晕染它，
对，一定把包到里边的地方晕染啊。外边包过来的背面的花瓣，咱们就不要晕染它，只把里边的花瓣晕染一下。每一个花瓣结构的地方都把它提一提。对，那么提的时候，你看都是笔尖的有颜色的，在结构的地方，没有颜色的时候，笔尖的颜色淡了，咱们把它轻轻的扫一下。现在咱们把它收拾一下凡是里边的花瓣都把它轻轻的扫一下。现在的层次感就出来了，是不是？咱们用3号笔现在看过来那么把里边靠近莲蓬最近的地方调一点什么颜色？烟紫色咱们用一个烟紫色，对，把它这个尖尖调上咱们的烟紫色，调一个重颜色。现在笔尖上调了烟紫色之后你看再加花青色那么就是笔尖上就是花青加一点点烟紫色，让它稍微重一点点。多余的水咱们沾一沾那么笔尖调完之后，紧看着紧挨着莲蓬的地方我们点染它。对，一定是笔尖的方向看过来笔尖的方向一定是朝着咱们莲蓬的地方，咱们把它一个一个点染，再加深一下它那么特别是反瓣的地方要注意一下，对，用点染的方式。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就要小心了一定看过来小心，用咱们笔尖把它所有结构的地方都卡一下。那么重颜色一定是靠近咱们莲蓬的地方所有的花瓣的结构就包括咱们后边的第2层、第3层的都把它点染一下，重的结构的地方，让咱们的花瓣的层次感呢更加的加强一下，是不是？一定是笔尖那么到后边的花瓣你看就越来越淡了，是不是？后边花瓣咱们给它的颜色就是越来越淡了。现在就是收拾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调整一下，看哪里的颜色不够，咱们把它全部的调整一下就好了。那么今天这个咱们第一步就晕染好了，是不是？你看调整一下。反瓣尖尖的地方咱们也给它点一下，反瓣是尖尖只把它花瓣的尖尖点一下，每一个尖尖把它点一下。这个颜色就是毛笔上颜色也不要太重了，一定注意毛笔上颜色不能太重。所以呢，淡淡的每一个的花瓣的尖尖咱们点染它。到这一步就一定要细心，咱们是收拾的时候了。你看，如果哪里的颜色重，咱们给它稍微用清水扫一下，是不是？那么让这样的花瓣更加的自然一点点，对，这样花瓣就更自然了，反面的也就点了出来。那么这一步咱们开始下来就要用太白色了，笔尖来一点点太白色，笔根和笔肚都是清水只在咱们笔尖点一点点太白色。从反瓣的地方咱们一个花瓣一个花瓣的来晕染它。那么第一笔是反瓣，笔尖上的重颜色完了之后，你看再晕染它里边的这个花瓣那么这样是不是一下子层次感就出来了？那么咱们现在继续，你看笔尖来一点点太白色，只在笔尖调一点太白色，都从咱们的这个反瓣的地方最亮的地方，咱们先提染它。到花瓣根根，咱们只需要扫一下它就可以。那么在晕染这个花瓣的时候咱们要注意什么？就是笔根是清水，笔肚呢不要调颜色，只在笔尖的地方咱们去调颜色。所以呢，每一笔都从咱们反瓣的地方开始晕染，对，都从反瓣，而且是花瓣尖尖的地方。那么重的白颜色从反瓣晕染了之后，
那么笔尖上的颜色少了，咱们再做里边儿，你看再扫下来，慢慢的扫下来。所以这个啊，就是一定注意一下晕染的时候，一个怎么去用笔，一个咱们怎么去调色啊。那么这个方法知道了之后，才会就是把咱们的花瓣调的韧韧的。你看笔尖，每次都是笔尖啊，调一点点的咱们的太白色，千万不要把颜色调到咱们笔根去。啊，一定注意一下毛笔上水的空水啊。那么只是笔尖，你看扫一下，特别到外边的花瓣的时候啊，一定注意一下。那么笔尖是一点点颜色，你看点一点点。然后呢，咱们紧挨着刚才的咱们那个色线的地方，对，把它扫一下。那么这个就是不要把什么，不要把咱们的色线压住了。特别啊，咱们就是晕染后边的大的花瓣的时候啊，注意一下毛笔上水稍微多一点点。对，你看笔锋、侧锋，咱们每一次都是侧锋，紧跟着咱们的这个刚才就是晕染的咱们那个烟紫色的线，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晕染的时候啊，一定注意不要把咱们的线压住。这是第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再一个就是毛笔上啊，颜色调的时候不能调得太稠，如果太稠的话，咱们这个花瓣呢就少了韧韧的感觉了。那么为什么有时候画的花瓣给人感觉到不生动？这个就是咱们的调色。所以说今天啊，一定注意一下。那么每一个都是笔尖，你看往外走，对，紧压着咱们的那个线啊，紧跟着线走。所以这样画出来的这个线条呢，它才会是韧韧的啊。每一个都画到啊，然后呢，笔尖上没有重颜色的时候啊，咱们才画里边的花瓣。所以今天这个就是咱们这一节课啊一个关键的地方。你看笔尖都是从咱们花瓣的尖尖走，那么侧锋旋转一下，对，一定记着啊，不要把墨线压住。那么这样呢，咱们的这个花瓣呢，一层一层的这样晕染了以后，它才有一个过渡的颜色。那么现在呢，咱们就是用稍微重一点点的太白色啊，把每一个花瓣的尖尖，你看压一下就可以，只把它尖尖的压一下，调整一下。现在就把所有的太白，咱们把它调整一下就可以。笔根是清水啊，笔根是清水。只用笔尖调一点点太白色，把咱们需要提染的地方全部把它压一压。对，每个花瓣啊，咱们都把它压一下。现在咱们用4号笔先调一个交叉色，对，交叉色调完之后，咱们在笔尖调一点点花青色，那么在调色盘上刮一刮，把它刮得扁扁的。对，一定记着啊，这个就是毛笔刮得扁扁的。然后笔锋两侧挂墨汁，咱们要画荷杆了啊！现在看一下荷杆正对着莲蓬中间的地方，一笔下来，画的时候中锋轻轻的扫，然后好收笔。那么现在咱们用咱们的最小的小号笔啊，来一点点的墨色，对，中墨，不要太重的浓墨啊。那么点它的小刺儿，小刺儿点的时候长长短短，大大小小，也是错落有致的，把小刺儿点一下。现在看过来，咱们把这个靠近咱们莲蓬的地方啊，给它稍微加深一点。那么这个颜色呢，就是用咱们的烟紫色，对，把所有的靠近莲蓬尖尖的地方，咱们把它再贴一下啊。那么莲蓬边边，因为咱们待会儿要点花蕊啊，所以现在你看，把它全部都把它对点一下。笔尖上是烟紫色啊，那么也可以加一点点咱们的花青，让它在种的时候加花青。
那么这个点的时候也是不要平涂它啊，那么都是咱们这个花瓣靠近莲蓬结构的地方，特别是咱们的里边的花瓣啊，你看每一个都从咱们莲蓬边边点一下，让它再加深一下啊，让它的层次感呢再重一下，是不是？这样的话，咱们待会儿点花蕊的时候就能看到花蕊更亮了，提起来了，立体感也更强了，是不是？每一个啊都把它点一下，所有的啊需要加深的地方，咱们把它看笔尖压一下就可以，对，轻轻的压一下，扫一下，把所有的都点染一下。下来咱们用2号笔蘸咱们的太白色啊，这个就不要太稠，然后咱们把叶脉画一下。那么看过来，叶脉勾的时候，咱们知道叶脉呢它是一个伞状的，对。那么现在勾的时候线条也是一样，位置定出来以后，咱们把它的叶脉用咱们的太白色，每一个线条都勾好。那么线条后边啊，咱们是伞状的结构画一下就可以。这个太白色不要太稠啊，那么也不用担心说，哎，那待会儿我看不清了咋办？这个没关系，到最后你就知道了，咱们太白色为什么要这样画。所以呢，把每个都画到啊。前边的，就是说你这个叶子的姿态到哪里，咱们就画到哪里。对，姿态到哪里，咱们画到哪里。每一个啊都加一下它的叶脉的地方。后边的也画一下啊，把后边的也全部画一下，因为它有一个生发关系，是不是？咱们知道咱们中国画有一个生发关系。对，把所有都画到。现在咱们看一下蕊丝怎么去点，先用咱们的太白色给鹅黄，给这个藤黄色里边啊加一点，也可以加到鹅黄。那么喜欢亮亮的，咱们就加是藤黄色。点染的时候啊，也注意一下，它3个一组、5个一组去点它，不要一个一个的去点。那么如果喜欢黄一点呢，就是黄颜色加多一点，可以是鹅黄，也可以是咱们的藤黄色，这都可以。那么点的时候啊，一定注意一下。啊，让它也有一个组合的过程啊。那么所以呢，3个可以点，5个也可以，让它也长长短短的啊有一个错落的关系。所以说今天啊这个蕊丝点的时候呢，先点的是咱们的蕊丝的尖尖。那么看哪里啊不够亮的时候，咱们笔尖上再多加一点点的太白色。对，再多加一点太白，再继续把它提染一下，让它整个有一个层次感。那么今天的蕊丝点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啊，让它这个花开得更加生动。那么在咱们这个花瓣间隙的地方也给它点一点。点的时候就点到刚才咱们晕染的最重的颜色，你看现在是不是蕊丝一下就亮起来了？所以呢，这就是对比色，有了重颜色才会有这个淡颜色。咱们现在就到收拾的时候了，每一步都把它收拾一下。现在咱们看过来啊，用咱们的2号笔调太白色，笔尖加一点点的藤黄色。那么水多的话，咱们沾一沾，对，稍微稠一点啊。那么白颜色调一点点藤黄，把咱们的这个蕊丝尖尖和咱们莲蓬连接一下。啊，这个连接的时候啊，这个线条不要画太重，啊，也是点染的形式啊勾它。你看点染的形式勾它，这样出来的蕊丝呢更加的生动，是不是更加的灵活？啊，所有的啊，咱们都把它看一下，上边的也把它连一下。现在咱们就看一下叶子怎么去晕染了。用咱们的5号笔，先是淡墨，笔尖是淡墨，调一下，把咱们的花青色调到里边啊。调完之后，记着笔根上加一点水，毛笔不要太干。所以这一步就是开始晕染的时候注意。那么现在我笔尖再来一点重墨，从哪里开始？从咱们的这个荷叶的心心啊开始晕染它。你看点染的形式。一定注意啊，点染的形式，笔尖上再来一点稍微重一点的墨汁，
那么用笔的时候啊，你看笔尖朝哪里？朝咱们的这个荷叶星星的方向，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在点染的时候啊，大家一定注意一下用笔的方向，怎么去用笔啊？不是平涂的啊，你看我这笔尖往里边，咱们一点一点的对去晕染它。那么现在呢，就看到了是不是这个荷叶啊中间的颜色重，然后呢往外边越来越淡。那么这个晕染的时候啊，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方向。那么现在呢，你看笔尖上的颜色重，是不是？那么荷叶的这个叶心的地方，咱们就要重一点点。那么到这一步啊，你看笔尖上就稍微来一点点墨色，咱们把这个靠近咱们花瓣的地方晕染的时候啊，一层一层的让它退染。所以呢，笔尖上的重颜色完了之后，都到了咱们的浅颜色了，是吧？毛笔上水不够，咱们再蘸一点水，那么笔尖上水多，然后颜色就自然淡了。然后再把这个荷叶，你看点染的形式啊，一定就是说咱们晕染这个荷叶的时候，用点染的形式，千万不敢平涂。那么现在呢，咱们笔尖再蘸了一点点的淡墨。你看笔尖上啊，蘸一点颜色，一定是笔尖上。那么现在呢，继续点它，它到花瓣根根的地方一定要注意，毛笔上水就不要太多了，要不然就会晕染。把所有的地方啊，咱们都晕染到。现在咱们就要调一点颜色了啊，你看。花青调一点点，咱们的藤黄或者鹅黄色啊，就是说鹅黄色可以调多一点啊，那么稍微调一点，然后再加一点水，那么调一个灰灰的绿颜色，是不是发一点黄的绿颜色？那么从哪里走？从咱们这个荷叶的，你看上边啊，靠近咱们这个最上边的地方，咱们用这个颜色呢，把咱们刚才勾的那个。跟着叶脉它的形状点染出来，现在你看上面的颜色是不是就是一个灰灰的绿颜色了啊？那么发一点点绿颜色的黄颜色，这样呢秋天的荷叶一下子就有感觉了，是不是？那么笔尖啊，咱们就蘸一点点颜色，现在就是到了调整的时候了，笔尖上调一点颜色，你看点染的形式让这个荷叶呢层次感再加深一下。那么所以说这个啊，就是咱们今天调色荷叶的调色怎么去调色啊？你到边儿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那么上边的叶子画的时候，你看毛笔上就多加了一点点花青色，是不是？那么花青加一点啊，然后让它叶子呢稍微就发一点蓝颜色了，所以稍微蓝一点点，也是稍微绿一点点的那种灰绿色，没有下边那么黄。这样呢，一个叶子它也有了层次的变化。对，不是说一个叶子咱们都是一个颜色平头出去的，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让咱们这个叶子继续晕染，让它有一个层次感。那么这一步的时候啊，颜色就越来越淡了，不能说毛笔上重重的颜色。现在咱们继续调颜色啊，再调一点点灰灰的绿颜色，灰绿色是花青和咱们的鹅黄色啊。那么现在看过来，笔尖再晕染它，把咱们这个后边远处的叶子再把它画出来。那么特别到花瓣根根的地方，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不要把它晕染到咱们那个花瓣上去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这一步晕染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的，一定记着笔尖，你看压一下，对。现在就到了咱们一直调整的时候了啊。那么上面的叶子你看越来越淡，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咱们的笔尖上水也就多一点点，对，让它一点一点的点染它，让它有一个层次感。那么现在呢，咱们就要调颜色了。刚才的黑绿色花青里边啊，加一点点珠标色，看过来啊，就先加珠标色，调完之后。那再加一点点的咱们的这个黄颜色都可以啊，咱们要画反瓣的叶子了啊。那么调匀，你看笔尖上调到咱们笔肚的地方，是不是？调到笔肚的地方之后，咱们给笔尖啊要蘸一点点的墨汁。
笔尖来一点点墨汁。那么下来啊，笔尖朝外边走，看过来怎么用笔？笔尖朝外边啊，压一下，点它。对，咱们要画咱们反瓣的叶子了啊。那么这个就是稍微折起来了一点点的叶子。你看笔尖现在再来一点点刚才的坐标调成的那个坐标色啊，这个也可以用点折石都可以啊，用点折石。那么前边的反瓣的叶子一下子就出来了，是不是？那么现在咱们再继续收拾它了啊，笔尖上一点重墨，咱们要把靠近咱们花瓣的地方的重颜色的地方再把它提一提。这一步啊，就是到了咱们最后收拾的时候了。那么看哪里的这个颜色不够，咱们就把它调整一下啊。那么看哪里还需要加重颜色，咱们继续笔尖上来一点。到这一步一定注意啊。那么空水空墨，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就是笔尖晕染的时候啊，不要把咱们的花瓣晕染到上面，墨色晕染上去了。看这一步都要很小心了啊，因为越到后边的时候，咱们收拾的时候啊，越要小心，不能说到后边的时候钱攻进去了啊。那么咱们就是一点点小的问题，把咱们画面给影响了。你看现在咱们毛笔上水不要多，这一步水一定不要多啊，来一点点墨汁，对，然后继续点它。那么现在呢，就到点染的时候了啊！咱们看一下，笔尖上来一点点咱们的焦茶，加一点点淡墨，咱们把这个枯枯的叶子上面的小洞，对，风吹的以后啊，经过风吹了以后，它这个上面有这种枯叶子的小洞，大家也知道残荷，那么让咱们把它这个画一下，那枯叶的感觉。这个点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啊，前面的叶子颜色稍微重一点，点的时候加一点墨汁，对。那么洞洞的大小也跟你自己啊，想怎么去点都可以啊，这个没有形式啊，没有形式，只要把它画得很生动。那么远处的叶子就要淡一点，笔上加一点水，对，让它有一个浓淡干湿的变化。所以说远处的叶子啊，咱们画的时候，你看我笔尖上就加了一点点清水，是不是？那么到这个纸的边边的时候啊，一定注意一下，不要把它画出去。对，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啊非常关键的，不要把它画出去。现在你看，我把有的地方啊该压的地方，我再把它提一下。那么到了最后一定注意，小心的去收拾它。那么笔上的调色也要稍微淡一点啊，稍微淡一点。那么因为远处的叶子淡，所以呢，它这个小洞上边的这个斑点也是它一点啊，咱们画的时候肯定就是淡了，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在调色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系列。那么你看，现在再调一点点咱们的这个焦茶色就可以啊，焦茶色调一点点啊，那么再加一点黄颜色，让它稍微颜色淡一点。对，现在咱们就要收拾它了啊，咱们现在呢一步一步的就是要来收拾它啊，这一步一定要小心啊。千万注意画的时候不要毛笔上就是颜色太重了，那么前面的重，后边的就淡。你看现在就好了，是吧？咱们今天的这个画呢就全部画好了那么画好了，看一下，觉得哪里想加，你看还可以再提一下我可以再用一个黄颜色，想让它层次感再多的话，也可以再加一下。那么这个就是说加也可以，不加也可以啊。到这一步想加的时候，咱们就可以把它再加一下那么黄的颜色是不是荷叶边边的变化，你看可以再用咱们的笔再把它提一下。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叶子的画法。那么现在是全部咱们的画完了，就剩落款了。那么现在看一下，咱们这个画呢已经画完了。那么最后的落款落到哪里？首先看一下上面是大留白的地方那么咱们就不要去落它，因为比较有禅意，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禅意的画。那么大家在落款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了，咱们可以给它落一个穷款，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小章就可以。
那么也可以把咱们的名字写上，或者年龄呀，或者咱们的这个年号呀，都可以。那么都可以写到这里，但是不能在这边落款啊。咱们给大家也分享一个比较常意的。现在我把章也落一下，那么就这一个小小的闲章，这个画面也就可以了。好，今天咱们这一节课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咱们下一节课再见。